三公子，小公主，快停下！减速！我让你减速！骑慢了还有什么意思？我的裙子卡里面啦！松开踏板，向左。母妃确定你比我早出生一炷香吗？应该确定吧。我不信。太傅怎么睡着了？太傅可能是困了。我们只想让太傅歇会儿。茶里面放了什么？是母妃给的安神药粉，三哥出的主意。明明是你说骑一次就回来。我也没说是谁骑呀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太子哥哥怎么办？这还是茶饼吗？王妃，两个孩子受伤了，溥仪去了，可他们在东宫闯了大祸。来，喝完慢慢说。两个小主子骑车摔进花铺，只有轻微擦伤。骑什么车？叫自行车。你再说一次。自行车。车在哪儿？这个时代，绝不可能有自行车。我让你慢点。要不是你裙子卷进去。母妃回来啦。这辆车哪里来的？太子哥哥让工部做的。图纸从哪儿来？从母妃的书房。还以为是老乡，原来还是我自己。图纸。车都做出来了，图纸不重要了吧？脚拿开。就一点点。他本来想全拿，是我觉得太重。三哥，你卖我！在母妃面前，只有坦白从宽。太子把所有责任都认下了。是不是你做的？是儿臣。太傅昏睡，私造自行车，弟妹受伤，都是你做的。是儿臣。不是他。弟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图纸是嫣儿从我书房拿的，安神药粉也是我给她防身的。自行车做好后，太子本想让他们带回王府再玩，是我们等不及，趁太子哥哥离堂，善用药粉，支开宫人，骑车出去。太子哥哥回来还救了我们。嫣儿，不要哭。太子哥哥是笨蛋，不是你做的，为何要认？我是哥哥，哥哥也不能替我们背锅。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们是两个人做的。那便两人一起当。明知不是你的错，为何不说？他们已经受伤了，儿臣不想皇叔皇婶再罚他们。齐嫣儿，出来。母妃，嫣儿已知错了。认识到什么了？认识到东宫不能骑自行车，还有图纸。图纸不能偷偷拿，还有太傅，不能让太傅提前休息，是不能乱用药粉。皇伯母，嫣儿再也不乱用了，除非遇见坏人。闭嘴。齐克齐嫣儿禁足半月，每日加练1时辰，宫规抄10遍。饭还能正常吃吗？可以。他在意的居然只有饭。皇兄，你都把军队、边关、皇城都推给我，现在你还要把6部推给我？只是遇到不顺眼的，顺手管管。皇上战亡，东宫出事了。克尔和嫣儿怎么了？2位小主子轻微擦伤，太子殿下替他们认了错，正在被问责。你去做什么？那是朕的儿子。刚才不是想全推给我？朝廷可以推，儿子不能推。这是什么？水车。做什么用？引水灌田，能省大量人力。能不能造出来？能。弟妹，明日进工部。不去。
只是让弟妹指点工部。画图够累了，还让他去教人。朕可以给钱，缺你那点钱。别挡着我看图。好的，我这就让开。你能不能有点战王的样子？媳妇儿面前要什么战王的样子？皇婶，车太高，弟弟和妹妹骑不了，所以我缩小车架，还调整了链条和踏板的位置。太子哥哥好聪明，以后一定是个好皇帝。宫里能说，外面不许乱喊。谁拦太子哥哥，我们就清理谁。宫规再加10遍。母亲，忠心也犯法吗？皇上、皇后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何人胆敢拦战王府车驾？小女林婉婉，仰慕战王，求一见。小女林婉婉，仰慕战王威名已久，只求王爷下车一见。滚！本王与你无话可说。让路！人家当街拦车，眼圈都红了。媳妇儿，我不认识他。可他认识你。与我无关。他只是商贾出身，凭什么霸着战王10年？战王只听王妃的话。男人喜欢的不过是新鲜，早晚我会让战王亲自接我入府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今日骑车可威风啦！有多威风？嗖的冲出去，砰的飞进花圃，还滚了3圈，真稳。你骑得像有狗追，能不摔吗？车一到手我就会骑，谁能做到？你瞪眼咧嘴，腿蹬如风车，最后脸拍土里，至少车动了。对，翻得也特别快。太子哥哥把图纸改小，我们才能骑。他还答应做车篮装糖葫芦。父王，你眼睛怎么啦？没怎么。可是你一直挤眼睛。妹妹吃多了，这只给我。不行，这是我的。别再提自行车了。继续说，母妃听着呢。嫣儿觉得吃饭说话容易噎。我们府里没有食不言的规矩。现在可以有。克儿、嫣儿，吃完来书房。快挨训了，吃饱才有力气认错。你们不问自举，还乱用药粉支开宫人，又险些让太子替罪，错在何处？自己说。我偷拿图纸造车，乱用药粉，骑太快，没护好妹妹，还不该让太子哥哥替我们认错。太子也是孩子，不能总让他护我们。黄伯伯与太子，战王府都要守护。以后你们要助太子，别再让他替你们收拾残局。战王府是黄伯伯手里的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黄伯伯坐稳皇位，我们才能横着走。最后一句可以不说。可母妃就是这么教的呀。话糙理不糙。明日起，练功读书全部恢复。那睡前故事呢？睡前故事暂停。三哥，我们的童年结束啦！还不是因为我们亲手齐没的吗？妹妹，出门在外，遇事要沉稳。三哥，你已经说第5遍了，重要的话要重复说。刚才是风不沉稳。对，是风先动的手。其二，属下在。掉头。主子，我们已经到府门附近了。绕远路回府。可是三公子和小郡主就在前面。不认识。什么？没看见那2个孩子。回府以后告诉账房，其5其6的月钱翻倍。为何？每日跟着这2个小祖宗出门，太不容易。三哥，我刚才好像看见母妃的马车了。你看错了，就是母妃，她跑了。我早知道，母妃可能有急事。她看见我们以后才有的急事。没有眼力劲儿的东西，看到本少爷还不知道让路。这么宽的街，你为什么一定要从我们身边走？你敢顶嘴？这也算顶嘴？三哥，他是不是平时没人跟他说话？可能大家见到他都不愿意开口。我祖父可是3品大官，这条街上谁敢惹我？三哥，他祖父当官，他为什么这么骄傲？可能他自己没有别的本事可以说。原来如此。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，乖乖跪下赔礼，否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可
可是我们早上刚扎完马步，腿已经很累了。而且我父王说过，战王府的人上跪天地君亲师，不能见到谁嗓门大便随便跪谁。什么战王府？少在这里吓唬人！他是说我们家的人都很有骨气。哼，给我抓住他们！小孩子之间的争执，大人最好不要插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……啊！武术好厉害！不要学。嫣儿没有学，嫣儿只是记住了，也不许记。哼，看见了又不能把眼睛闭上。站住！我刚才是在试探齐六姨反应够不够快。小主子，下次可以提前说。提前说就试不出来了。打不过便回去找祖父，不觉得丢人吗？你刚才让我们跪，怎么自己先坐下了？你仗着家里有人做官欺负百姓，还让我们给你跪下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我们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今日遇见了自己的报应。你的报应就是我，还有我。我祖父可是户部尚书，你们敢拦我，我让祖父治你们的罪。你都这么大了，遇到事情还只会找祖父。三哥，我今日才发现你其实还不错。你今日才发现呀？至少三哥惹了祸，只会先躲到我后面，不会跑回家找祖父。我何时躲在你后面了？就是母妃叫你交代图纸的时候呀。那不叫躲，那叫让妹妹先说。哦，原来三哥这么谦让。这两个算你孝敬本少爷的。小少爷，您上次拿走的还没给钱，你还敢问我要钱？放下，2个破包子而已。爷爷，他以前也拿过您的东西不给钱吗？他敢说吗？当着我们的面，你还敢欺负人？老人家，您只管实话实说。今日我们陪您去衙门。谢谢三哥。小事。爷爷，今日我们一定替您讨个说法。这位小少爷不止拿东西不给钱，还让家仆掀过我的摊子，他还砸过我的菜，说什么尚书家的孙子吃几根菜是给我脸面。我去尚书府要说法，不仅没拿到赔偿，还被赶了出来。你们胡说！你们合起伙来冤枉我！一个人说或许存在误会，这么多人都说同一件事，便该让府尹大人查清楚。去京兆府。小姑娘，尚书府不是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能惹的。尚书府也要遵守大诏律法呀。话虽如此，可官官相护。今日若是府衙不秉公办理，我们便陪你们继续往上告。我拿我的年底红包担保。你不是准备拿红包买那套琉璃珠吗？珠子可以明年再买，被欺负的人不能等到明年。我的红包也一起担保。去京兆府。走，今日我们就替天。别乱喊。替大家讲道理。不许笑！我没有笑，你的嘴角已经跑到耳朵旁边了。堂下何人？所谓何事？我祖父乃是户部尚书，这2个小崽子欺负我，你赶紧把他们关起来。公堂之上不得喧哗，更不得拿家中长辈压人。你一个小小府尹也敢管我？再敢蔑视公堂，先一律责罚。你们2人又是谁家的孩子？为何没有父母陪同？战王府3公子，明月公主，王爷有令，正常审理，依法处置，不必暴露身份。大人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没有，本官身体十分康健。三哥，他看起来不像康健，可能是天气太热。一个战王府公子，一个皇上亲封的公主，这哪里是审案，这是要审我的命。我的儿啊！谁敢欺负我的儿子？是不是这2个野孩子欺负你？三哥，我们都穿成这样了，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我们野的？可能他眼神真的不好。夫人，
眼睛不舒服要早点请大夫。没教养的小东西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自己都不知道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不许笑！我只是在看府尹大人。来者何人？公堂之上不得咆哮。我乃户部尚书李重焕的儿媳，你一个小小的京兆府尹，也敢在我面前拍桌子？本官拍的是惊堂木，审的是朝廷案件，无论谁家的眷属进了公堂，都要守律法。我儿受了委屈，你若不立即处置这2个孩子，我便让我公公摘了你的官帽。你儿子拿百姓的东西不给钱，你不问；他让别人跪下，你不管。现在还要让尚书大人帮你欺负府尹，你们家的官是这样当的吗？我祖父是户部尚书，整个户部都听他的。户部听朝廷的，尚书听皇上的。若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今日需要查的就不只是你了。几个孩子胡说八道，来人，把他们赶出去！放肆！卫士咆哮公堂，阻碍审案。来人，暂带至侧堂候审。你敢动我？我可是尚书府的人。到了公堂，先讲律法，再讲你是谁。我的儿啊！不是说不能把别人受罚当热闹看吗？我没有看热闹，你再原来如此，我就把你今日被扇子打脸的事告诉大哥二哥。公堂之上不谈私事。所有苦主依次陈述，不得夸大，也不必隐瞒。李金宝多次拿走包子不给钱，还让家仆掀过我的摊子，他砸了我的菜。我去尚书府要说法，反而被赶走。我家孩子被推倒，他娘还说我们故意讹人。他们胡说，他们合起伙来冤枉我。一人说，或许是误会，10几个人说的是同一件事，便该认真查清。爷爷别怕，今日说清楚，以后就没人敢随便掀您的摊子了。好孩子，你自己留着吃吧。我今日不爱吃糖。不许笑！我是在为百姓难过。你的肩膀不是这么说的。李金宝多次损坏百姓财物，强拿货物，纵容家仆他人，证据确凿。尚书府必须照价赔偿全部损失，并向苦主公开赔礼。金宝只是一个孩子，孩子犯错可以慢慢教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孩子年纪小，家中长辈更应该负责管教和赔偿。以2位原告看，李金宝应当如何处置？赔偿损失，向百姓道歉，由长辈严加约束。还要让他抄10遍大诏律例。10遍？那5遍，不说话就是同意10遍。李家赔偿全部损失。李金宝当众向苦主道歉，禁足3月，抄写律例10遍，由家中长辈签字担保。父亲，京兆府欺人太甚，2个不知哪家的野孩子欺负金宝，府尹竟然还帮着他们。什么孩子？1男1女6岁左右，那个女娃还说金宝的报应就是他。令孙今日拦下的男孩是战王府3公子，女孩是皇上亲封的明月公主。你说谁？明月公主。令孙还当街要求公主跪下赔礼，并扬言要让尚书大人处置公主全家。你要处置谁的全家？他又没说自己是公主。老爷，我为官20载，一世清明，险些毁在你们手里。明日早朝，我要让他再也站不起来。户部尚书纵容家眷欺压百姓，治家不严，德不配位。臣请皇上将其革职查办。臣疏于管教，使幼孙仗势惹事，而其扰乱公堂，臣确有失察之罪。臣已赔偿所有苦主，命小儿一家闭门思过。幼孙由夫子重新教导，臣自请罚俸1年。赔偿、道歉、闭门整顿，还自请罚授1年，已经够重了。李大人为官20载，从未出过差错，管不好家中一个7岁孩童，如何管得好整个户部？今日是欺压百姓，明日谁知会不会利用户部中饱私囊？御史大人可以弹劾本官失察，却不能凭空污蔑本官贪墨。家风如此，谁敢保证你干净？说完了吗？回战王，臣所言句句为朝廷。本王问你，说完了吗？户部尚书为官20年，经手税赋赈灾，国库账目从未出现重大纰漏。一个7岁的孩子犯错，苦主得到了赔偿，孩子接受教导，家中长辈也承担了责任，你却非要将一个孩子的错变成尚书贪墨，德不配位，是谁给你的证据？臣是根据李家家风推断。御史监察百官靠的是证据，不是你张嘴猜。既然你认为家中出现一个不懂事的晚辈，便证明官员没有能力，那便从你家开始查你的儿女可曾借过你的官威，查你的族人可曾打着御史府的旗号谋利，再查你名下的田地、铺面、宅院与这些年的俸禄对不对得上。
臣家中的小事与今日之案无关。李家的家事与你有关，你的家事却与朝廷无关。臣一时失言，请皇上恕罪。户部尚书治家不严，罚俸3月，以儆效尤，家眷闭门整顿，在仗势7人数罪并罚。臣领旨谢恩。身为御史，未经查证便将治家不严扩大为贪墨失德，罚俸1月，闭门反省。臣领旨。退朝。回去把你家的账理清楚。本王最近眼神很好。那2个欺负金宝的孩子，就算是王府的，也不能这样算了。你今日上朝，怎么没有求皇上替金宝做主？求皇上做主？求皇上问问，我的孙子为什么让皇上的亲侄女跪下？金宝又不知道她是公主，不是公主，便可以随意欺负吗？你整日吃喝玩乐，妻儿在外打着我的旗号惹事，你一概不管。一个只知道护，一个只知道惯。今日若不是战王在朝堂上秉公说话，我这顶官帽已经没了。有这么严重？你们以为害的只是我？我若被罢官，整个李家都要被人踩下去。从今日起，尚书府闭门谢客，老二不许在外出饮酒玩乐，卫士不得私自参加任何宴会。李金宝每日跟随夫子读书，学习律法，未经允许不准上街。我不要读书。金宝还小，慢慢教就是了。就是因为每次都说他还小，才让他觉得无论做什么都不用承担后果。你记住，今日3公子和明月公主没有依靠身份欺负你，他们带百姓去了衙门，让府尹按律法审理。他们比你年纪还小，却比你更懂什么叫道理。可他们也骂我了。那你有没有先骂别人？有一点点。有没有拿别人的东西不给钱？也有一点点。那便先改掉你这一点点，改好了你仍是李家的孩子，改不好祖父也护不了你。不过是弹劾户部尚书，你怎么连他祖上3代都查了？他不是为了朝廷法纪，他是在试探朝中有多少人会跟着攻击太子一系的官员。查到谁了？监察御史的父亲是刑部尚书李怀勇的庶弟，而李怀勇是大皇子的外祖父。李怀勇表面只安排嫡系担任贤职，暗中却培养旁支子弟。这些人已经进入6部、御史台、京兆府，甚至宫中禁卫。他在织网。而那个御史急着弹劾李重仁，意外露出了线头。嘘，父王母妃谈正事，不能偷听。我听见有人在织网，这么晚了，谁还不睡觉？在我们家抓鱼呀！父王晚上好呀。不是睡了吗？我梦游。儿子是出来抓他回去的。三哥，你怎么每次都卖我？这张网已经伸到皇城里了。让一让，让本少爷看看怎么回事。我缺打理府中家务的丫鬟，有工钱，有住处，你愿意就跟我走。小姐出身高门，我粗手笨脚，怕伺候不好。姐姐，你的眼睛为什么跟着少爷跑啦？小少爷，收留他做童养媳正好。我才6岁，我三哥吃饭都要提醒，养不了媳妇儿。你在帮我还是害我？重要的是结果。你是不是父母不在，没有兄弟姐妹，家里又遭了变故？你怎么知道？母妃的话本都这么写。是不是也有小姐夫人愿意收留，你却都拒绝了？对，2位夫人收留他，他都不肯。那些小姐夫人都是高门贵女，我这粗人哪配伺候？你不配伺候和小姐，却配伺候少爷。你一个孩子懂什么？我确实不懂，所以才问呀。你说流落上京，鞋底却干净无磨损，手上没茧，木牌字迹深整。你读过书？识字能做账抄书，进府可去前面官衙，为何偏跪在富家少爷最多处？他刚才确实一直盯着年轻公子。夫人小姐要他不去，少爷一来，他就哭得更厉害。我只想找个可靠的人，有什么错？公子救我！公子先问他进府做什么活？姑娘会做什么？端茶倒水铺床都可以学。先去官府迁故契，写清工钱和职责。我不迁故契，不想做下人，又想跟公子回府。你不是找活，是在挑夫君。走，赶紧走！我只想谋好出路，为何坏我的事？想过好日子没错，喜欢富贵公子也没错，但装作绝路骗同情就是错。今日大家信你，明日真有人无处可去，还有谁敢信？花草差事还在，有工钱住处，
也签正规故契。明明有安稳的日子，他为什么不要？因为他想一步登天。三哥，你这算不算一步登扇？今日不许再提扇子。三公子、明月公主、皇后娘娘传话，明日宫中举办赏花宴，请2位随王妃一同进宫。宴席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？你只听见了宴。今日不许乱跑，不许乱说，不许把糕点藏进袖子。燕儿只是袖子有点紧。母妃刚说完，糕点自己走进袖子的。兵部左侍郎之女赵淑敏献琴。赵姐姐弹得真好。大皇子殿下赏赵小姐。大皇子当着所有人的面送东西，这是在表明心意。赵家官小，却握兵部实权。臣女谢大皇子赏赐。三哥，大皇子哥哥为什么只给赵姐姐送吃的？可能送的不是点心，盘子、糕点、小菜都在呀。他送的是一个态度。幸好没人拿吃的对我表态，不然我会问再送一盘吗？大皇子素来亲近李家吧，怎么忽然看上4品官之女？他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表哥当众赏赐？三哥，他的脸为何忽红忽白？他在生气。别人收点心，他为何生气？可能他也想吃。哦，他想要的不是这块。想吃还挑，真难伺候。跟上他。三哥，他们为什么都去同一个方向？可能都想透气。园子大，干嘛挤一起透气？有问题。母妃说了不许乱跑。我没有乱跑，我是在查案。这房子，等等，我负责监督你。赵小姐，大皇子的点心好吃吗？大皇子的赏赐并非我主动索要，李小姐若有疑问，应当去问大皇子。你还敢拿表哥压我？一个4品官家的女儿，也敢在皇子面前出风头？事情没说清楚，谁准你走？我家小姐从未接近大皇子，请2位不要污人名声。一个丫鬟也敢对本小姐大呼小叫？来人，教教她规矩。这里是皇宫，我看谁敢动手。手下留人！让我理一理。大皇子给赵姐姐送了点心，你喜欢大皇子，所以跑来为难赵姐姐。还有一个帮忙捧场的，话本里都有，一个负责欺负人，一个负责在旁边说姐姐说的对。谁家的孩子竟敢胡说八道？说话便说话，不要拿手指人。手指乱指容易惹祸。2个小崽子，滚开！你叫我小崽子？妹妹，出门要低调。好，我先讲道理。大皇子给谁送东西是大皇子的事，你不敢去问他，却来欺负赵姐姐，是不是只敢欺负看起来好说话的人？我的事轮不到你管。我刚才明明在跟你讲道理。推你们又怎样？我姑姑是柔妃，表哥是大皇子，今日谁也拦不住我。三哥，柔妃有皇妈大吗？没有。大皇子有太子哥哥大吗？也没有。哼，那你到底在骄傲什么？把这2个孩子赶出去！谁敢再靠近明月公主半步？什么公主？我叫齐嫣儿，皇上亲封的明月公主。战王府3公子齐克。公主，就算是公主，也不能管我的私事。欺压臣女，纵容下人动手，还推搡皇家幼童，这已经不是你的私事了。母妃她推我，伤到了吗？身体没有，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惊吓。
朕倒要听听，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？你说可仗柔妃和大皇子？臣女一时气急，无意冒犯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柔妃，他说能在宫中仗你的事，安王尚未册封，太子仍在东宫，你的儿子已经能在皇宫里替人撑腰了。朕问谁给你的胆子？臣妾从未教过他这些话。你可借本皇子名号欺人？表哥，我都是为了你。是赵淑明以勾引。住口！臣女从未与大皇子私谈，今日点心非臣女所要。宫人、护卫、赵小姐皆能作证。你杜品心赌赵女，命人伤臂，孩子阻止，你却亲手推开他们。皇伯母，他知身份后也没认错。再敢那样看我女儿，我便让你知道何为真正仗势。大皇子在众目睽睽下给赵家小姐送东西，是否问过她愿不愿意接受？儿臣只欣赏赵小姐情谊，只顾心思，可想过她承受得起？儿臣知错。原来送吃的真能送出货。那没事了。李香荣仗柔妃与大皇子欺人，封尚书府查账，重审理案。皇上，臣对此事毫不知情。是否知情，一查便知。李香荣、安世林欺压臣女，扰乱宫宴，推搡皇家幼童，禁宴，家中管教，案清前不得离府。齐正、齐嫣儿，我一定会回来。他被送走，怎算我们做的？因为是我们发现的。皇伯伯下令，父王查账，一次就够受教了。王爷、王妃，工部来报，水车按图造好，试转时主轴断了。有没有人受伤？太子殿下也在试验场。太子哥哥，太子殿下！太子哥哥，我来看看你，你哪里受伤了？手疼不疼？别担心，只是手擦伤了。太子哥哥，你先别动，等太医来。别急，太医来了。王妃，工部完全按照图纸打造，或许水车承不住水力。图纸写明用阴干3年的硬木，仓库送来的也是硬木，硬木断面紧密，入水不易膨胀。现在使用的木纹松散，背里还湿。图纸上还有2道固定撑架。未赶皇上期限，下官以为少1道撑架无妨。图纸上的木料你擅自更换，图纸上的撑架你擅自减少，水车倒了，便怪图纸。王爷，下官只想按期完工，并无恶意。工部申请的是上等铁木12根，仓库送出的却是普通松木。不可能，文书盖着太子印章，这印章却向东宫所盖。太子哥哥，这个云是反的，太子哥哥真印上的云朝左。你为什么记得太子哥哥的印章？上次做泥饼的时候借来看过。你还用我的印章做过泥饼？我只是对着样子捏了一个。现在不是自首的时候。小人贪心，把铁木偷卖给物料商，怕被发现，才伪造东宫印记换成松木。水车若在人群中倒下，会伤几人？你卖掉的不是几根木头，是太子哥哥和工匠们的命。押送京兆府，按侵吞官料、伪造皇家印信处置。你为贪墨，却擅改图纸，疏于查验，降为副职，重新学习工部规制。水来了，不用再一桶桶挑了。母妃，这大轮子能救好多庄稼。所以图纸规矩都不能当儿戏。
你的图纸又让我们受伤了。这叫洗澡，不叫受伤。灵儿只是婢女，我们清清白白。清白到当街手拉手吗？有好戏看了。灵儿是我救回的婢女，你为何针对她？普通婢女会与你手拉手逛街，她与你同饮一杯，还当面靠你怀里。少爷，都是奴婢不好，芷兰小姐不喜奴婢，奴婢便走。不许走，你没有做错什么。富人街跪求收留的那位姑娘，原来已经挑到主人家了。她装无处去，只肯跟富家少爷。原来她真进了公子府里。你不是他说的孤苦女子吗？肯给工钱住处的夫人小姐，她都不要，她只要年轻有钱的公子。我收留谁，是我自己的事。收留谁确实是你的事儿，可你有婚约，还带着别的女子当街亲密，让未婚妻受人议论，便不只是你的事儿。三公子，我身份低微，从未想争什么。上次你被识破掉了2滴，你哭得还挺省。男人3妻4妾有什么稀奇？纳她为妾，芷兰也该大度接受。你想娶多少人是你的想法，芷兰姐姐不愿，也可以不嫁你。婚约是长辈定的，她凭什么不嫁？三哥，婚约是绳子吗？那为什么绑着人不让走？婚约要由2家长辈商议，嫁不嫁他，你至少能先说自己的意思。我会回府禀明父母，这门婚事我不要了。你敢退我的婚？是我不要你了。少爷，他只是一时生气，快哄哄他。都是因为你。刚才还说谁也不能让他离开，未婚妻不要你了，你反倒怪他。你这颗心转得比水车还快。没有担当，只想两边占便宜。你们仗公主王子身份插手百姓婚事，我表兄在御史台定弹劾战王，教子无方。我还没见过父王被弹劾呢。妹妹，这不值得期待。他走那么快，定是急着送自己倒霉。明日早朝，本官替你讨个公道。战王子女当街仗势干涉百姓婚约，明月公主更逼迫男子不得退婚，严重损害皇家声誉。战王，你怎么说？张大人所说的男子，可是带着一名青楼出身的女子当街亲密，被未婚妻撞见，还要求未婚妻大度接受的那个。他只说救了一个孤苦女子。那名所谓孤苦女子，曾在富人街假装卖身，只肯跟年轻公子回府。此事整条街都能作证。我女儿只说，她有权拒婚，何时逼迫男子不得退婚？奏折里并非如此，事实都没查清，收了别人一幅画，便敢弹劾战王府，御史台都如此，也不必开门。身为御史，可曾询问在场百姓？可曾询问当事女子？可曾查认那名婢女的来历？臣偏听偏信，臣知罪。御史台大门正缺人，张大人与那位收钱写奏折的小御史，一左一右，正合适了。王爷，臣为官多年，降职为御史台门役，学会先查证，后开口，再论去留。听说你们很期待看父王被弹劾。燕儿只是没见过，有一点好奇。现在见过了。见过了，一点儿也不好看。父王，我们只是告诉芷兰姐姐，她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。这叫越界。燕儿当时气坏了。气坏了，便能替别人决定一生？不能，下次我只讲理，不替别人做决定。外祖母家有我好多邻居小孩，可以组织他们习武强身。只许正常玩耍，保证正常。保证正常。
嫣儿、克儿，想吃什么告诉外祖母。嫣儿最想外祖母啦。小祖宗，你们怎么全上房了？外祖母，我们在正常玩耍呀。7576，快把孩子们抱下来。六姨，我们没有乱跑，我们是在高处观察地形。观察完了吗？现在完了。胡说，我自己能下。刚才是谁不敢跳？我是担心鞋底踩坏瓦片。身体是做事的本钱。声音太小，旁人还当罗福早上没给饭。嫣儿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外祖母年纪大了，需要多运动，先练好府里人，以后一起陪您。外祖母谢谢你，但外祖母想多活几年。欢迎大家参加今日的烧烤宴，大家吃好喝好，我先干为敬。你们有没有听我讲话？三哥，不要在意细节，礼数到了就行。哪里走水了？没有走水，我们只是在烤肉。老夫人只是情绪起伏太大，休息2日便好。今年早点去温泉庄子吧，明年开春再回来。今晚就走。三哥，我们是不是吓坏外祖母了？应该有一点。最大的给外祖母。你舍得？舍不得，但还是给。有空再来玩。外祖母，下次还带大家晨练。不用。外祖母自己练。明日去庄子。不是今晚吗？东西还没收拾，今晚锁好大门。从明日起，书房里所有画本、图纸、杂书全部锁起来。母妃要断我们的精神粮食，家里不能待了。那去哪儿？进宫。外祖母要去庄子躲我们，母妃还把画本全锁了。外祖母不是躲你们，是去休养。听见下次晨练，外祖母立刻走了，证据十分明确，家里待不住，来祸害东宫。二哥，我们是来陪太子哥哥，怎么能叫祸害？吴叔，我要去净房。吴叔，他们像不像母妃画本里的秘密接头？公子留在这里。说了什么？一个说事情已经安排好，另一个说明晚两边同时行动。肯定没好事。现在只有齐武见过那2个太监，宫里人多，搜会惊蛇。我们去每个宫里玩，以找皇帝皇妹为理由，齐武趁机认人，既不会惊动对方，还能排除嫌疑。可以，但必须跟紧护卫，任何东西都不许乱吃。茶案也不能吃吗？可以吃东宫准备的。那就先多准备一点。我们来找弟弟玩啦！弟弟再见，我们下次再玩。这棵树长得很有精神。看完了，告辞。茶案真赚钱，长辈的礼物不是赚的。剩下没有去过的是柔嫔、兰妃、
贤妃和淑妃。这几处不能再让你们亲自进去。可人还没有找到。查案不是逞强，知道什么时候停下也是本事。那便告诉父王，由大人继续查。不要恋战，战王一家一个不留。是。主园里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放走。情报上不是说，战王府只有10队护卫吗？10队，每队10人。放下兵器，留你们活口问话。杀出去！大半夜带这么多人来，也不知道提前递张帖子。他们不是来做客的，那便不用留饭了。收钱的时候，没问问雇主战王府有多少人。谁派你们来的？拿钱办事，不问雇主。宫中供断，民间有银子也买不到。和宫里有关，活口全部带入地牢，分别审问，兵器、衣料、银钱来源全部查清。幸好2个孩子不在府里，即便在，也没人靠近孩子院子。50个杀手同时冲进王府，绝不是临时起意。对方知道孩子在宫里，所以选择今晚袭击我们。王爷，宫中有消息。东宫怎么了？送往东宫的吃食里，发现了毒。红儿和2个孩子呢？暂时无事，下毒的宫女已经被抓住，一边袭击战王府，一边对太子下毒。这就是那2个太监说的，两边同时行动。太子殿下，御膳房送来安神甜汤。什么味道的？桂花莲子。穿鞋。太子哥哥先端来，我马上穿鞋。不能喝！明晚2边同时行动，今晚就是他们说的时间。御膳房每晚送膳都由东宫固定工人接取，奴婢只是临时送汤。从御膳房到东宫不经过桂园，你刚才去了哪里？此物会令人心脉衰弱，若服用过量，后果严重。这3碗汤是给3个孩子的。是。他想害太子哥哥，也想害我们吗？别怕，没喝到，我们都没事，不会让他们再靠近你们。谁让你下毒？此女名叫翠荷，是柔妃从娘家带入宫中的贴身宫女。柔妃，若只奉命，说出真相，能保家人；继续隐瞒，主谋未必会保你。是柔妃娘娘，是
是娘娘让奴婢将东西放进甜汤里。封锁柔妃寝宫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三哥，他说的太快了。什么太快？母妃的话本里，真正的坏人不会这么容易承认。皇上，臣妾没有下毒。翠鹤跟了臣妾10几年，臣妾从未命他下毒。他是你从娘家带入宫中的人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命令他？臣妾恨战王府，也不喜欢太子，可臣妾没有蠢到同时对战王与太子动手，再把所有证据留在自己身上。他这句话没有说错。刺客身上出现了宫中供断，东宫又抓到了柔妃的人，证据太整齐，像是提前摆给我们看的。若2处行动成功，太子与战王府同时消失，柔妃和大皇子又会成为第一嫌疑人。有人想同时除掉太子、战王府和大皇子，最后获利最大的人才是主谋。齐克发现的2个小太监才是线头，齐武见过他们的脸。可剩下的几宫已经有所防备，再派齐武暗查，容易惊动对方。不必暗查，保公公借整顿宫规，召4宫太监宫女训话，齐武和你一起去，跟在后面认人。王爷这办法好，咱家正好许久没训人了。别真训半个时辰，孩子还在等消息。宫中出事，都把脑袋清醒些。站住！终于找到你了。翠禾入宫前，父母幼子被庆安侯府暗中控制。他们说，奴婢不听话，家人便活不了。你是兰妃宫中的人，你与另一名太监接头，传递2边同时行动的消息。兰妃让你们做了什么？王府杀手的定金带是兰妃宫的，庆安侯近日暗中卖了3处田庄，换出大笔现银，还要本王继续说吗？是兰妃娘娘，娘娘命翠禾毒害太子，嫁祸柔妃，庆安侯雇杀手除掉战王一家，围住兰妃宫，封锁庆安侯府，将兰妃与2皇子带来见朕。皇上，仅凭奴才供词，便要定臣妾的罪吗？庆安侯府卖掉3处田庄，现银经过地下钱庄，最终流入雇佣杀手的中间人手中。你宫中的太监传递消息，你策反柔妃身边的宫女，给太子下毒。你还想说所有人都在冤枉你？臣妾从未想过伤害皇上。你要杀朕的太子，要杀朕的亲弟弟与弟媳，还想嫁祸长子，令皇室兄弟相残，这不叫伤害朕。若计划成功，太子中毒，战王府遭灭门，证据指向柔妃，大皇子便失去母族与支持，最后剩下的成年皇子便只有2皇子。父皇，儿臣不知道，儿臣从未让母妃做过这些事，都是臣妾一个人的主意，与皇儿无关。事情成功，你儿子坐享启程；事情败露，你一人承担。这算盘打得倒是周全。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。太子也是皇后的孩子，齐克、齐儿也是我的孩子。你的孩子想要什么，便拿别人的孩子去换，凭什么？他疼自己的孩子，为何要害别人家的孩子？那不是疼，他只想让2皇子得到想要的东西。若喝下甜汤，太子哥哥是不是就没有了？没有喝，以后也不会。兰妃谋害储君，刺杀亲王，栽赃宫妃，地夺封号，逐交宗人府与大理寺依法重判。庆安侯府封府查办，参与者一律严惩。2皇子虽未参与，却是谋逆受益者，削去皇子爵位，贬为庶人，永不得入朝。父皇，你的母亲为了让你坐上不属于你的位置，险些害了多少人？朕留下你的性命，已是念及父子之情。柔妃此次并非主谋，但贴身之人被策反多年，说明你治宫无能，降为嫔位，毕恭反省。臣妾领旨。害怕了？有一点，以前坏人只会骂人、抢包子、推我们，这次的坏人笑着也想让我们消失。
所以母妃以前总说，查热闹可以，不能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。我发现2个太监，却没先告诉父王。你发现线索，没打草惊蛇，已经做得很好。但下次要先告诉能处理危险的大人。热闹还是要看，但要带着父王母妃一起看。也可以选择不看。皇上，侯府牵连众官，若全撤换，恐朝局不稳。柔嫔母家也被查办，刑部、礼部数个位置同时空缺，百姓得知恐会不安。尚书没了，便提拔能做事的人；侯府倒了，天下照样有日升月落。百姓活着，靠的是田里的粮食，手里的活计。朝廷公正办事，不是靠几个犯了罪还不能撤换的官员。大诏朝堂，有能者居之。这天下最不缺愿为百姓做事的人。太子乃储君，地位不容撼动。任何人胆敢再以皇位为借口伤害朕的亲人，兰妃一家的下场，便是前车之鉴。臣等谨记。昨夜有人刺杀王府。刺杀我们家？你们当时在东宫，父王母妃与哥哥们都没事，护卫也无重伤。他们知道我们不在府里，才选那晚动手。你们发现2个太监，不是撞见普通热闹，是撞破了一场真正的谋划。父王，身份越高，想害我们的人就越多吗？身份越高，手中的责任越重。有人敬你，也有人怕你、恨你、利用你。所以你们既不能仗着身份欺负别人，也不能以为所有人都会因为身份让着你们。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也要判断危险。对，发现怪人先告诉大人，安全后再看热闹。可以不看。母妃说的都对。你根本没准备改。我准备变聪明一点再看。发现危险，第一步是什么？跑。第2步喊人。第3步等大人抓住坏人，再回来问为什么。勉强正确。三哥，这次扇子终于有用了，不只能打脸了。4年前的事，你还要记多久？一辈子。前面要拐弯了，再把我甩出去，我就把丧彪改名叫小柔弱。4年前是意外，现在我的车技上京第一。我这是被雷逼到横店了。三哥，他们说的话怎么跟母妃一样奇怪？我这是被雷劈到横店了。横店也不可能整条街都没有摄像机，这些店卖奶茶、汉堡、火锅，牌匾却全是繁体字。这里到底是古代还是主题乐园？前方何人？别动手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的。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现在是哪一年？我知道，母妃的话本里写过。那叫什么来着？穿越。对，他们穿越了。这2个古代小孩为什么会知道穿越？绿衣服那位推的莫非是刑具？不是刑具，是救人的手术器械。什么叫手术？三哥，他们没有身份，也没有户籍，被衙门抓走，会不会当成奸细？先带回去交给母妃，她一定知道怎么处理。三公子、公主，老奴来接你们了。齐管家，把他们一起带回王府。这3位是路上捡的。我们3个大活人，不能用捡吧？可你们确实突然掉在我们车前，不是捡的，难道是撞的？你为什么把脸遮住？这是口罩，做手术时防止细菌污染伤口。细菌是什么？一种特别小，肉眼看不见，可能让人生病的东西。现在车里有吗？到处都有。三哥，我们每天都活在细菌堆里。母妃知道细菌，我们回去问她。你们母妃懂现代知识。到了王府，你们自己问。这是捅了穿越者的窝吗？你知道穿越？先走个程序。宫廷玉液酒，
180一杯。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，奇变偶不变，符号看次界。老乡，20多年了，终于见到活的了。三哥，什么叫终于见到活的？难道母妃以前见过死的？门外2个，回自己院子。先介绍自己。郭明亮，35岁，外科医生。手术前突然一晃，我抓住器械车，再睁眼就在街上。徐有才，42岁，做食品餐饮和工厂生意。搬啤酒时眼前一黑，人和酒就到了这里。酒能酿，玻璃瓶在这里却稀罕。老乡归老乡，给我留几瓶。现在这是住宿费。古代房租这么贵。林可，24岁，农业大学毕业，我在农场大棚实习，地面一晃就到了这里。学农业的，种植、土壤、育种、温室和水产都接触过。具体到什么程度？理论懂得多，独立做项目还缺经验。懂基础就够，大赵有土地和人让你实践。我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，爸妈找不到我，不知道该多着急。我们未必永远回不去，眼下先活下来，才有资格想以后。我当年也想过回家，20多年过去，我仍不知道穿越原因，不能保证你们回去，但在这里，我会让你们活得像个人。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7岁时魂穿，至今20多年。你来自哪一年？2023年。我们也是2023年。你在这里20多年，我们却来自同一年，2个世界的时间难道不同步？也可能入口固定，无论这里过多久，都连着同一年。想不通就别想。我们3个没身份没户籍，还穿成这样，在这里算3个黑户。所以你们来大赵的事不能传出去。现代穿越2023年全烂在肚子里。对外，你们是海外归国的特殊人才。皇上和战王呢？他们会知道真相。除此之外，越少人知道越安全。母妃有了老乡，就不要我们了。大人谈秘密，不让孩子听，很正常。你刚才趴门上比我贴的还紧。我在检查门板是否牢固。母妃在里面1下午，只带出1箱酒，不然还带什么？至少把我们也带进去呀。先去吃饭，饭桌上正式介绍。他们也一起吃。一起。金鱼姐姐多添3个碗，最大那盘肉放我旁边。添碗和肉放你旁边有什么关系？我怕客人夹不到，帮忙照顾。公主想吃这块。徐叔叔是客人，多吃。好吃吗？你替我尝尝。徐叔叔真客气。他等的就是这句。依然，已把你们的情况告诉本王，本王可以给你们身份、住所和保护，前提是守大赵律法，不得用所知危害百姓和皇室。王爷放心，我们只想好好活下去。我能做的是治病救人，我愿意研究粮食、蔬菜和养殖。你们的知识用得好，能造福百姓；若用错，也可能造成灾难。我是外科医生，却只有1车器械，没有稳定麻醉、消毒和现代药物。很多手术不能贸然做。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比夸口什么都会更可信。这个二公子看起来笑眯眯，怎么比领导还难应付？郭大夫，我听得见。暂定安排。徐有才先跟我名下商行，熟悉物价、律法和商业规矩。郭明亮进太医院学中医与现有诊疗，也教消毒急救。林可去皇家农庄看土壤和作物，再决定能做什么。做生意我熟。林可说的没错，我确实需要补学中医，我会尽力。我可以帮忙。你能帮什么？徐叔叔开店，我帮他试吃；郭叔叔做药，我帮他闻苦不苦；林叔叔种水果，我帮他判断甜不甜。总结起来，你只负责吃。
试吃也是很重要的工作。不需要。1顿饭的时间，连后半辈的工作都安排好了，能活有身份有靠山，已比开局流放强多了。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。难受便难受，不用装。在这里先做出点事儿，回不去也不算白来，先活下去。他们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爹娘了？母妃以前也是。什么人在外边？抬起头来。你们知道未来1000年的知识，若心生歹念，危害远胜普通奸细。草民明白皇上的担忧，我们无兵，无身份，也回不去。想活下去，只能仰仗皇上和战王夫妇。草民只想治病救人，草民愿从皇家农庄做起。七弟，你信他们？暂时信他们不敢乱来。这王爷真不绕弯。对外口径已经统一，3人又随家人出海，久居海外孤岛。近日随商船回到大赵，医术、经商和农学皆从海外学来。准，赐大赵户籍，暂居战王府。徐有才入皇家商行，郭光明入太医院，林可任农时顾问。谢皇上。朕能给身份，也能收回。所学先验证，不许拿百姓性命试错。草民明白，新品种与种法都会先小范围试验，生意照章纳税，账目随时可查。比朝中只会伸手要钱的大臣懂规矩。它不好闻。看土不能只靠闻，这里土黏，排水差，要掺草木灰和鼠熟肥。别拔，我只是想看看它的根。拔出来就活不了。那我只看不动。你确实没动苗，你动了整块地。接触伤口前要净手，器械要反复清洁并高温处理。肉眼看不见，如何证明它存在？一块让脏手触碰，一块清洁后密封，放几日，变化自会说明问题。锋利，不能碰。我只是看看。你的手已经看过去了。他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一批货从生产到售卖要过7层管事，层层签字、抽成、等待，成本怎会不高？历来如此。今日起重乖仓储、运输和销售，货物编号出入库双人核验，每日结账，3个月成本降2成。明月公主年纪渐长，倒更有几分颜色。听说明月公主四处惹事，今日一见，比传闻中更漂亮。国子监是读书的地方，不会说人话，就先回家学会再来。公主何必动怒？在下只是欣赏。真正的欣赏，不会当众冒犯女子，向她赔礼。三公子未免太霸道。昨日为公主做了一首诗，不少同窗都看过。把我的名字写进这种诗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能入本公子的诗，是你的福气。三哥，母妃说过，遇到不讲道理的人，第一步是什么？留下证据。把扇子还我。第二步，找证人。那首诗确实是他所作，他今日也先拦住公主出言不逊。就算我做了诗，又能如何？我祖父是丞相，写首诗也犯法。你祖父是丞相，管的是朝政，不是让你拿他的官位堵住所有人的嘴。别动手！齐克，你敢对我动手？我只是在阻止你抢夺政务。你想做什么？既然这么喜欢写诗，便写100遍赔礼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做轻浮诗冒犯女子，今日又当众纠缠嫣儿，我们没有伤他，只留证据，等国子监处置。这等污言秽语，也配称诗？夫子，我祖父是丞相。他是不是只会这一句？
可能家里只教了这一句。无论你祖父是谁，坏了国子监规矩都要受罚。通知家中长辈，停课7日，赔礼书100遍，1份不少。字这么难看，诗还写得那么自信。丞相府很快会派人来。来便来，证据、证人、夫子判罚都有，这次没越界。确实比小时候进步了。我现在是成熟的皇家街溜子。姑娘，我只做一首诗，你怎么还动鞭子？满嘴之乎则也，满脑子胡言乱语。今日不把破事抽回肚子，我就不姓齐。三哥，好像来了一个比我们还不成熟的。继续念。姑娘，我知错了。刚才念得挺顺，现在知道害臊了。他挥鞭向母妃。问清楚再认亲。三公子、公主，他无故拦我，用鞭吓我。齐嫣儿，你认识我？嫣儿，真的是你！我是齐嫣儿，先放我下来。姐姐，你是谁？庆王之女齐密儿，朝阳郡主。我们父王是兄弟。原来是密儿姐姐。她做了什么？她拦门给我念了首破诗。什么诗？都是误会，别再念了。念。见到你，心像小鹿跳，话到嘴边，想与你过家家。有文采。误解了。玩笑罢了，别计较。初见拿容貌婚嫁取笑，纵容会更过分。国子监教礼义廉耻，押韵不能冒犯女子。绝非初犯，常给女同窗起外号，还把遭拒鞭尸传阅，只是玩笑。喜欢写便写赔礼书，被取笑者每人1份，写清错处。屡损同窗名声，停课半月，亲写赔礼，长辈签。学生领罚。郡主阻止冒犯没错，但国子监不能挥鞭。知道了，先找夫子再决定。没有再决定。妙姐，答应，保证不在国子监挥鞭，出了国子监另说。这就是上京第一3轮车。上京第一是三哥自封，水平由客人判断。翻过车吗？没翻，撞墙、陷沟、追击、惊马。快走，我要见战王妃。认得母妃？她是我一生的偶像。即刻要撞墙，别怕，最后才拐。主子，王爷不缺荷包。侍卫长夫人绣的，她比武，我争气。母妃，看谁来了？不能好好进门。母妃，你的粉丝。这就是富可敌国，才高8斗，貌美如花，文武双全，思想超前，举世无双的战王妃。孩子挺实诚。婶婶开的奶茶铺、火锅店、羽绒服铺，我全都去过。您设计的自行车、水间和大棚，我父王天天夸。名字是我改的。名字也与我有关。她叫嫣儿，我叫淼儿，我要与嫣儿一世姐妹。蜜姐，我们才见面，感情只看缘分。蜜姐，嫣儿脸快压扁了。婶婶还会刺绣，正在研究。这是奔跑的狮子，看出来了。母妃不是小奶狗吗？像狮子与狗的孩子。你说的对。今日功课写完了吗？还有1页没写。儿子负责监督。
别走，还要聊你们幼时。婶婶若为男子，必是第一。她是女子，仍是第一。王叔说的对。行了，别跟孩子争。好，都听媳妇儿的。嫣儿，传闻是真的。我就知道，外是战王，家是母妃跟班。不回。郡主，王妃说您没有地拜帖，突然住在王府不合礼数。婶婶准住，礼数以后补。你真想留下？想。可以，与克儿、嫣儿一起上课、练功，守王府规矩。三哥，一个米姐够闯祸了。日后怕是3人街溜子。皇家街溜子又出门啦！怎么还多了一个？今日起，我们是3人组。坐下，站着容易摔。3位街溜子哪有热闹？今日休息。3日热闹，脑子该休母。国子监夫子该歇了。大人，2位公主今晚住王府。2姐、3姐怎么来了？宫里无聊，来陪王妃。专门陪婶婶说话，听起来确实不像真的。若让父皇母后知道我们女扮男装出去，肯定要挨训。只去听曲看舞，又不惹事。住王府，谁知我们会溜走？哎，怎么样？胡子一高一低，太假了。那说明我天生长得特别。三哥，他们换男装，难怪天黑就回院。他们要去女子不便之处，跟上去。我的帽子呢？谢谢。3姐，晚上好。大门不够宽，非走这儿。小孩别管大人。你只大几岁？胡子还歪。我们想去天上人间，听说那里有异域歌舞、戏法与新式乐器，女子身份进去和不方便，所以才换男装。歌舞坊？不准跟来。2位不熟那里，我们熟。你们去过？门口经过过，不止一次。那便替我们带路。不进，只护你们。可以，可以。现在禀报王爷。先跟上，王爷知道了。王爷，2公主、3公主与女扮人装礼府，3公子、明月公主、朝阳郡主已经跟上去了。他们去哪儿？天上人间歌舞旁。 5个孩子夜探歌舞旁，这热闹不小。媳妇儿，你也想去？我去抓孩子。先收收脸上的期待。请。怪不得那些贵公子天天来。宫中歌舞规矩太多，这里确实热闹。 他们只是听曲吃点心，我还以为会有大事。没有大事最好。他们那盘比我们多。五叔，再加1盘好吗？不能，保护公主得补体力。你们晚饭吃了3碗。赏。别张扬，会暴露身份。我装得像，谁认得出？这位姑娘，您的胡子快掉进茶杯了。 从进门起，大概所有人都知道她们是女子，还知道她们有钱。主子，赶紧回去！什么东西？姑娘，救我！
我穿成这样，你怎么看出我是姑娘的？声音不对。主子，小心有诈！都伤成这样了，有诈也是诈尸。把人交出来！三姐，你听曲儿还能听出一个人来？别说废话，先救人！这是西晋皇室的英文，他可能不是普通商旅。带回王府，封锁消息。谁允许你们跟来的？女扮男装夜闯歌舞房，遇刺了还敢看热闹？你们5个很有本事。七皇叔，人是我发现的，若我们不来，他可能已经没命了。先回王府，今晚的账回府再算。我们明明只负责跟踪，跟踪本身就有问题。早知道便在家睡觉。你信吗？不信。果然如此。刀伤未及要害，但失血不少。今晚能退热，便无生命危险。他什么时候能醒？不好说，先让他休息。除7576外，孩子全部回房。父王，我们是发现人证。你们是皇家子弟，不该卷入此事。先走。谁先提出女扮男装？是我。谁决定去歌舞坊？也是我。为何不立刻通知大人？通知大人，我们便去不了。还有，担心2位姐姐的安全。至少你诚实。意外救人，确实做了件好事。结果对，不代表过程无险。是我们考虑不周。再遇一次，我仍会救他。救人没错，但正确做法是后退、呼救，让齐5、齐6出手，而不是自己靠近一个身份不明的重伤者。我记住了。2公主、3公主明日回宫，向皇上、皇后如实交代。你们3个停掉娱乐7日，每日加练1个时辰。停所有娱乐。所有。糕点算娱乐还是进食？你觉得呢？嫣儿明白了。伤口还未痊愈，不要乱动。大赵战王，认识本王？5年前会盟，我远远见过王爷。姓名、身份、追兵是谁？荣儿善，西晋大皇子，也是先皇遗诏的继位人。如今登基的是你4弟荣儿达，他外祖父改遗志，扶他登位。我秘密逃出皇城，准备联络旧部，却被追兵一路追到大赵境内。跟随我逃出的数百护卫，如今生死不明。随便跟次宗就捡回个皇子，还是个被夺皇位的皇子。追兵没走，会追到王府吗？追兵不会放过我，他们若知道战王府救了我，很可能直接对大赵出手。窗外3个，进来听。父王真是耳聪目明。你们不是担心西晋追兵吗？这不再是一场热闹，而是一场可能牵动2国的战争。